美协美术理论委员会副主任，也是广东省原馆长罗一平先生，他认为这是岭南画派精神的传承之作，创新的精品之作，文化地理的经典之作。他认为中国画主要有2大空间的构成，这个我们对国画有个了解。一种是意境的空间，它讲究叙事，讲究可观、可行、可游、可据。你看一讲这3种就会提到这，以唐宋的绘画为代表。另一种则是情韵的空间，是以元代之后的绘画为代表。情韵空间主要讲究笔墨，元代的绘画更注重讲究笔墨了追求笔墨的韵律。他总结岭南春藻的长卷很好的探索了以上的2种空间的结合，实现了景观空间与情韵空间的无缝对接。另外就是南方日报他们的题目讲，他报道了2次，一个叫国画长卷岭南春藻如何讲好时代的故事，还有一个也称为新时代的千里江山图这个中国美术馆的原副馆长杨江先生，他觉得有3大突破。首先是全景式的南岳星河山的揽胜图，我刚刚遗憾只放了大湾区，相对来说你们也对大湾区最熟，可能也有潮汕人、客家人，那我们那边都有表现。我们这个画今年在江门元旦的时候是在江门展，5月还是6月在东莞展，本来也想联系在深圳展，后来因为我又在画另一个长卷，都没有时间顾得过来再，所以也就只能借这个视频今天放一下，跟大家做个分享。所以大家也看到了，这个画里边它是集中了，不是我一个人画的，真正最后画的时候，人的长卷长是集中了差不多30-40个粤港澳的画家一起，但我是3个起稿人。第一个起稿人是我们现在广东省的美协主席林南，第2个大湾区是我，第3个是广州市美协主席刘世东。但是我们是这样的，又有起稿又有合作。画的时候我主要画这个，但是其他2头我都有参与画，但是我就精力全部用在这个，所以我就谈谈这个画的构思。首先定位，我在画画之前我就写了一个文字的东西。首先我就定位，因为我这里呢对这个千里山森图做了很多研究，那我想这个千里图也是向经典致敬，向经典学习一个具体的实践。你老是看了古画，你怎么转化成今天的东西不能照抄，但是我怎么转化，学习它的什么东西我定位就是要创作一幅独属广东城市，它那个是完全是田园的。我这个是要城市，没办法，你绕不开广州、深圳这几个大城市，你怎么做成田园的？必须要面对一个难题，就是城市山水该如何创作，你回避不了，但是还要有与自然生态融为一体。只画高楼大厦，这个画是不好看的，密密麻麻的，所以你看我怎么去处理这个画面。所以我们要体现出融为一体的千里江山图，展现现代与传统相互交融。岭南山水美学的，首先还要回到时代的图景。那么主题就是以山水岭南、略美广东为底色，以城市的新貌、文化的地标、乡村整性为主体，描绘新时代广东在这么改革开放这么以来发生的巨大的变化，让观者能欣赏到诗意的广东之美，领悟岭南大地的魅力。那么形式就采用最传统的这个长卷的形式，因为它的特点是可以把鸿篇巨制在一幅作品里面呈现，其独特的流观方式就为我们做视频提供了可能。你用单幅的就很难，所以我们在画构图的时候就已经想到视频要怎么做，因为它很多东西要抠出来。我们在构思的时候也想到了要达到移步换景，为长卷的活化奠定了基础与可能。如果你构思没有想到将来我要做数字艺术，那可能我在构思有些处理它就不会这样。所以我们到了今天在画长卷的时候，要想到怎么跟后期的数字艺术结合，这个在构思阶段就要想到。所以岭南这个春藻的艺术主题，我们是刚刚我说了，广东具有中国最长的海岸线，所以我们是从海洋文化起。该
刚刚我是大湾区是山，如果从上游起就是一个很长的海，中间地带是珠江文化的汇聚点，广州形成了一个高潮，再继续蔓延，又以海洋文化到湛江的徐闻结束。所以在大湾区阵中，则以经济发达的城市地貌，那肯定是包括了深圳经济和文化地标以及穿插在一起的历史的遗址为主。我们又通过了刚刚的画面，是通过了珠江水系以及出海口，包括东江、西江，特别是居全国首位的这个黄金海岸线的海岸线，把它串联起来我们叫串珠陈列各个城市。好，我们再看一下地图，大湾区大概是这样的，我们之前就称为9+2，那实际上我们的话就等于是从这里这个惠州，我们惠州、广州从里面绕，再里面绕出来的实际上。